石头胡同位于陕西巷的东侧，和陕西巷是平行的南北走向。石头胡同也是8大胡同中重要的一条，但旧时主要是2等茶室与书馆，还有3教9流、走车贩卖之类的为主，5行8作俱全。从北向南有大北照相馆、西医诊所、大陆戏园、3合城书茶馆、祥聚公波波铺、大昌油盐店、酒馆、大烟馆、当铺、成衣铺、棺材铺。南口路东是恒庆澡堂。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北京胡同记录频道。据传明朝永乐年间，北京修建皇宫、城墙，从房山等地运来大量建筑石料，此处是存放石料之地，因此称石头胡同，一直沿用至今。胡同全长400多米，均宽5.9米。清光绪顺天府志载有石头胡同，有望江会馆、龙岩会馆、天仙宫、准提庵，其中以龙岩会馆最为著名，后因胡同内妓院较为集中，龙岩会馆迁至贾家胡同新址。另据《北京地方志》记载，胡同内还有进献会馆、延陵会馆。京城著名素菜馆之一的功德林饭馆也在此经营多年。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评剧团也设在这条胡同里。在照相业享有盛誉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大北照相馆就在石头胡同的北口。大北照相馆创建于民国11年，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创始人是京城人士赵彦臣。开业之初，设备只有1架老式镜箱，周围8大胡同的姑娘们成了大北初期的主要顾客，当时以擅长拍摄戏妆照而享誉京城。大北后来能独占鳌头，传承100年，不只因其经营上的策略，其硬件方面的先进才是根本。大北花巨资从国外购进了大型转机，可以转180度，所以民国时的国民会议都要请大北，大北就与众不同了。直到现在，国家没有大型活动，与有几千人的合影还要大北照相馆完成。大北照相馆在石头胡同兴盛经营了36年，于1958年迁至前门大街2号。清嘉庆年间，安徽松柱戏班进京后曾住此胡同内。此胡同还居住过道光、咸丰年间，被称为老生3杰，京剧3鼎甲中的2位张二奎和于三胜，他们都是京剧形成之初的著名代表人物。杨敬亭兜门杂咏有竹枝词描述，诗上黄腔喊4雷，当年昆弋话无梅。而今特重于三胜，年少争传张二奎。2人的故居分别为现在路西的39号与61号，相距不足100米。张二奎原籍河北衡水，他小时候随父经商来到北京，嗜爱戏曲。20多岁的时候，曾出任工部都水司京城，相当于水利部的一个处长，但他常以票友的身份在和春戏班客串演出。那时官员是不能与戏子们在一起唱戏的，张二奎因触犯规定而被革了职，这样他正式下海搭和春班演出，后来又加入了四戏班。1845年他就成了四戏班的主演和领班人。咸丰年间他又创办了双魁班。他的嗓音宽厚洪亮，唱腔朴实平稳沉练。在说白声调及字音上具有北京语言的特点，时称魁派或京派。他常演剧目有打金枝、捉放曹、四郎探母等。咸丰10年，他的母亲病逝，治丧时因大摆排场，又触上了以幽灵钱用官宦排场举动的规定，于是定了他个发配罪，死于通州。他门下的弟子杨月楼、于菊生时称文武双璧。于三胜住现在的61号，外面有一个大门楼，走几步又一个内门，外面的门楼是前些年新盖的，内门是原来的大门。原有3进院落，现只剩2进，
前院还比较规整，没有过多的私搭乱建，后院的原有格局则已遭到了破坏。于三胜，湖北罗田人，最初为汉调演员，他曾搭徽班演出，后为四大徽班之一春台班的台柱。因其创造了将汉调语言特点与北京地区语言特点相结合的唱腔，以及富于汉剧特色的念白，被人史称为汉派。于三胜戏路宽，文武皆佳，擅长剧目有《定军山》《当剑卖马》《于藏剑》等，其子于子云是同光明陵13绝之一，其孙于叔岩为京剧余派老生创始人。石头胡同西侧与小石头胡同、万福巷相交，东侧与西洋毛胡同、燕家胡同、棕树斜街相交。燕家胡同有时也被列为8大胡同之一，明朝称为钢石口，据说是出售民用陶器的地方。于三胜故居的北侧有一个2层的砖木小楼，是3合城书馆旧址，书茶馆都是一些没事可干的人消磨时光的地方。到了晚上只有男人的时候，人们就要求说书人说上几段荤段子，当然还有人对女说书人动手动脚，而此时的女说书人为了生存，有时也就半推半就，所以说那时的艺人身份真的和现在是天壤之别。石头胡同83号，外立面雕饰精美，大门正中匾额书天和玉，左右有字方舍秀餐，门左右对联式的写有本馆包办满汉酒席，随意便饭，应食小麦，一应俱全。这里经历了由清末时的旅馆，后变为饭庄，最后变为烟馆的变迁。这里最早是一家旅馆，古界大王刘宝全先生1890年曾在此住过。1936年，梅兰芳先生独家访问刘宝全先生，刘先生讲述受京剧界老艺人的指点和影响时说，那时我住在北京石头胡同天和玉科店，前后几条街住的都是梨园名角。这一年刘宝全先生21岁，也就是光绪16年1890年。由此可见，天和玉当年是一家旅馆。天和玉字号的落款为秋江赵如勇，下面还有2方印章，刻的均是赵如勇印。北侧的牌匾刻的是秀餐2字，印章2枚，为陈如勇印和秋江，秋江是赵如勇的号。南侧的匾额刻的是方舍，印章同上，由此可见这3块匾额均为赵如勇所书。赵如勇，山东蓬莱人，光绪24年参加殿试，登进士2甲22名。同年5月升郎中。赵善行楷，取意苏、米、节字进寿，其书法作品在当时广受欢迎，达官显贵、书肆店铺也都上门求字，至今仍有很多作品流传于世。匾额落款印章上有陈字，说明赵如勇题字之时应该还在朝为官。天和玉饭庄开业的时间应为晚清，大致在1898至1911年间。在1935年至1936年，饭馆易主改经营烟土生意，而原来的牌匾内容显然不合适，因此用石灰抹平后重新写出新的字号公记号，门两旁的原有小字后来又刻上了大字公记号批发土药7字。当年公记号因出售1元1泡的大烟而出名，是瘾君子们的钟情之所。通过老照片上贴着的修理内部，烟市暂停通知，可见这里不光批发烟土，还提供烟市供烟民吸食。再后来烟土生意被取缔，公记号3个字也被白灰抹上了，但由于白灰抹得不厚，所以这3个字还隐隐约约可以看见。2018年，石头胡同进行整治，83号院门脸上原来覆盖着的石灰都被很细致地剔除干净了，露出了原件式砖雕图案和牌匾，还有满墙的寿字。83号院对面的62号，曾经的妓院旧址，具体名字无从考证，有资料说这里是一家2等茶室。石头胡同是2等茶室的聚集区，大小相连，明暗交错有茶华楼、云凉阁、四海班、
三福班、贵喜院、金美客栈、贵阴班等茶室23家。66号院不大的门楼内有2个院落组成，院门不起眼，不过里面别有洞天。二进院内是栋砖木结构小楼，3面合围，每面5、6个房间的小楼，带有宽敞的前廊。有说这里曾经是家2等茶室，也有说是大烟馆或戏楼。1919年，一位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拍摄了2张照片，记录下了石头胡同妓院的场景。大门外挂起妓女的名牌，招揽生意。一张是石头胡同云兰阁小班，门框上方右侧是老门牌28号，在墙上挂着名牌：张翠香、北京刘月娥、王翠凤、尤瑞红、王秀清。另一张是石头胡同老门牌23号，墙上挂着名牌：高花亭、京都张福喜、赵小芬、刘宝香、赵翠喜。